他眼盲8年，身后始终背着500斤剑棺，每日翻山越岭，行千里路。剑棺重于500斤，却从未离身。8年如一日，踏遍千山万水。眼盲的他不曾因剑棺的沉重停下前行的脚步。旁人见他眼盲悲观，都只当他是落魄的瞎眼乞丐，满是轻视。面对旁人的异样目光，他却只是淡然一笑，不曾放在心上。这份淡然，只因爷爷的再三叮嘱，在他心中刻下了印记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万万不能放下身后的剑棺。他将爷爷的话记在心底，剑棺成了他此生不可离身的羁绊。就是这样眼盲悲观的他，入宗宗测试时，竟引得天地出现异动。天地异动引来了宗门长老，众长老见了他，皆是争相想要将他收入门下。宗主得知消息，当即中断了闭关闯关。御剑从宗门深处赶来，宗主亲自驾临，只为这眼盲悲观的少年，足见其看重之意。此子竟是圣品空灵根，万年难遇的顶级灵根，引得天地异变，被长老宗主争抢。只因他被测出了世间罕见的圣品空灵根，众人只羡他的顶级灵根，却无人知晓这8年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往。8年前，他的姐姐为了生计在赵府做工，终是不堪重负，活活累死。母亲本就重病在身，又遭赵府的压迫，无人医治，最终也撒手人寰。短短10日，姐姐与母亲接连离世，只留她一人面对这世间的冰冷。买命钱都给我拿出来，我还等着去赌钱。赌鬼叔父不仅毫无怜悯，还盯上了姐姐用性命换来的买命钱，步步紧逼。面对叔父的贪婪与逼迫，他忍无可忍，终是出手了结了心混贪人的性命。手刃叔父后，他独自将姐姐与母亲安葬，让他们得以入土为安。他的所作所为，皆被一位隐于山林的神秘老者看在眼里。老者默默看着这一切，不曾出言，也不曾出手干预，只是静静观察。一饮一戳，皆是命数。这孩子的命中本就该有此一劫。老者有能力改变这一切，却选择了旁观，只因他知晓这是孩子的命数，生离死别，家破人亡，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劫难，无人能替，只能自己承受。安葬了亲人，他失魂落魄的归来，前路茫茫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孩子，此后便随我走吧，我收你做我的孙儿。老者的话如一道光，照进了他灰暗的世界，给了他唯一的依靠。岁月匆匆，转眼8年的时间已然过去，那个年少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。这8年间，老者每日都让他练拳，无一日停歇，打磨他的体魄。日复一日的练拳，让他的体魄变得无比强悍，远超常人。除了练拳，老者还夜以继日地为他准备药浴，滋养他的筋骨，淬炼他的身躯。每一次的药浴都让他的体魄更上一层，为后续的修行打下坚实基础。此番下山，这剑棺你需时刻带在身上，万万不可离身。这柄剑棺重达500斤，寻常人连搬动都难，更别说时刻背在身上。记住，无论今后遇到何种险境，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剑棺都绝不可离身。他将老者的叮嘱牢记于心，纵使剑棺沉重，也决意此生不离身。拜别了老者，他背着那口500斤的神秘剑棺，独自踏上了前往大夏剑宗的拜宗之路。剑棺虽重，却压不弯他的脊梁；前路虽远，却挡不住他的脚步。一人一棺，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，只为奔赴那大夏剑宗，寻求修仙之路。行过千里路，翻过万重山，他终于来到了老者口中的大夏剑宗。大夏剑宗山门巍峨，气势恢宏，是世间有名的修仙宗门，风气极为清正。这便是他此行的目的地，也是他开启修仙之路的起点。剑宗山门外早已聚满了前来参加入宗测试的人，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。而在他面前的，正是大夏剑宗那号称绝尘路的天梯，是入宗测试的第一道关卡。这绝尘路天梯陡峭难行，是对参试者体魄与信心的双重考验，而他将是第一个踏上这绝尘路的人。这绝尘路天梯整整有3333阶，阶阶陡峭，步步难行。见了天梯的阶数，不少参试者都心生退意。这般漫长的天梯，绝非易事。天梯入口的碑牌之上，还刻着入宗测试的规矩，字字清晰，不容违背。碑牌之上明明白白写着，拜宗之人必须独自走上天梯，严禁借助任何外物之力。这规矩让不少想要借助符箓、法宝的参试者彻底断了念想，只能凭自身实力前行。而眼盲悲观的他，见了这规矩，心中却无半分波澜，似早有准备。他拨开拥挤的人群，身形从容，没有半分迟疑，径直朝着天梯走去。红布遮眼，背着重棺，他毫无犹豫地踏上了这3333阶的绝尘路。纵使眼盲，纵使背着重棺，他的脚步依旧坚定，不曾有半分摇晃。只是踏上天梯的第一步，他便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众人关注他，不仅因为他踏上天梯时的果断与从容，更因他与众不同的模样。面对众人的异样目光，他恍若未闻。众人关注他，只因他眼上那抹醒目的红色布条遮住了双眸，看着便似眼盲。
更因他身后那口重量十足的黑色匣子，看着便沉重无比，背在身上实在怪异。眼盲还背过重物，竟还敢踏上绝尘路，众人心中皆是不解，甚至有人觉得他自不量力。纵使眼盲悲观，却丝毫没有影响他攀登的速度，反而比常人还要快上几分。从踏上天梯的那一刻起，他的气息便始终平稳，没有半分紊乱，似闲庭信步。8年的练拳与药浴，让他的体魄早已远超常人，这点考验不值一提。这般强悍的体魄，气息还如此平稳，怕是已经达到了断体之境。宗门弟子的一声赞叹，让周围的参试者皆是一惊。断体之境，那是他们难以企及的高度。眼盲悲观还能拥有断体之境的体魄，这少年的来历必然不简单。不过片刻，他便登上了天梯的一处平台，停下脚步，稍作歇息。此时剑宗山门之中，2位宗门弟子脚踏飞剑，飘然御剑而出。2人身法轻盈，剑光一闪，便飘然落在了平台旁边。目光扫过下方的参试者，抬手为后续的敲钟仪式做准备。男弟子抬手一挥，顺势敲响了一旁的金钟，钟声浑厚，传遍整个剑宗山门外。金钟的声响中夹杂着浓郁的灵力，化作一道声音，远远地传播开来，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。这道声音是入宗测试的时间宣告，也是对所有参试者的最终提醒。时间到了，没有登上阶梯的可以回去了。听到这话，那些还未踏上天梯的参试者只能满心不甘地转身离开，错失入宗机会。入宗测试的第一道关卡便刷下了不少人。唯有踏上天梯的人才有继续测试的资格。就在此时，外门师兄周志缓步走出，身形一展，缓缓越空而起，悬浮在天梯上空。他的双眼透着凌厉的光芒，仿佛能看透一切。目光扫过之处，参试者皆不敢与之对视。作为外门师兄，他负责查验参试者是否有投机取巧之举，容不得半分徇私。投机取巧者出列！周志的一声大喝，让所有参试者都心生紧张。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更是面露慌乱，有人心存侥幸，借助符箓之力攀登天梯，以为能瞒天过海，却不知早已被周志看穿。周志抬手一挥，数枚透明的水晶球便从他掌心飞出，悬浮在天梯的上空。水晶球中清晰显现出投机取巧者的身影，他们动用符箓秘法的画面一览无余，每一个水晶球对应着一位投机取巧者，他们的行为皆被清晰地记录下来。哪怕是拥有真灵根天赋的天才，只要投机取巧，便逃不过惩罚。周志神情冰冷，没有半分留情。所有投机取巧者，无一例外，全都被剥夺了入宗测试的资格。大夏剑宗规矩森严，容不得半分投机取巧，天赋再高，也不能违背宗门规矩。想要拜入大夏剑宗，最低要求便是拥有3系杂灵根，缺一不可。大夏剑宗的招收门槛远高于其他宗门，3系杂灵根在其他宗门早已不在招收的范围内。听闻参试者们皆是心生紧张，3系杂灵根对他们而言也并非易事。灵根测试正式开始，参试者们依次上前，可测试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除了少数人测出3、4系的伪灵根，其余的人甚至连灵根都未曾拥有。拥有伪灵根虽达不到剑宗最低要求，却也算是有修仙的资质，而无灵根者只能彻底无缘修仙。就在测试陷入沉闷之时，一位穿着破布衣的小男孩走到了测试台前。小男孩的手刚放上水晶球，水晶球便散发出耀眼的金蓝双色光芒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破布衣的小男孩竟测出了耀眼的灵根光芒，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。负责测试灵根的弟子见了这耀眼的金蓝光芒，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意。许久未曾测出如此纯正的灵根，弟子心中也满是欣喜，对这小男孩格外赞赏。这位弟子平日里测试严苛，此刻却对小男孩格外温和，只因这难得的纯正灵根。李牛，古龄13岁，金水真灵根。测试弟子清晰地宣布了小男孩的信息：李牛，13岁，拥有极为纯正的金水真灵根。金水真灵根乃是顶级的真灵根之一，13岁便拥有此等灵根，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即日起便正式成为大夏剑宗外门弟子，族中父母可获金银100两。不仅成为剑宗的外门弟子，李牛的父母还能获得100两金银的赏赐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出身贫寒的李牛见了这般赏赐，眼中满是惊喜，对未来的修仙之路充满了希冀。终于在众多参试者中测出了一位拥有真灵根的少年，让所有长老都为之振奋。真灵根弟子极为难得，数位封主长老都将目光投向了名这位李牛的小男孩。出身贫寒的破布衣少年，只因拥有金水真灵根，瞬间成为了大夏剑宗众人关注的焦点。这名弟子不如就让给我们天金峰吧，灵石500，否则免谈。蓝长老为了争抢李牛，直接开出了500灵石的条件，语气强势，不容拒绝。500灵石已是不小的数目，蓝长老的出手让其他长老都有些意外。蓝长老倒是心急，想抢弟子也得看我天水峰答不答应。孟明海爽朗一笑，大手一挥，一个储物袋便飞出，里面的灵石显然比500还要多。孟明海的出手直接压过了蓝长老，蓝长老心中恼怒，却也无法反驳。见蓝长老与孟明海争抢李牛，其他长老也都面露笑意，眼中满是期待。每一位长老都希望自己的峰中能多一些优秀的弟子，尤其是真灵根这般的天才。李牛的出现让众长老都心生期待，想要看看这一届的弟子还有多少天才。真不知道这一届的弟子能出来几个天灵根的。天灵根比真灵根还要稀有，是顶级的灵根。
众长老都期待着这一届能出现天灵根弟子。天灵根乃是修仙者梦寐以求的顶级灵根，拥有天灵根者，修仙之路会顺畅无比。木系灵根的怎么就这么少呢？木系灵根本就天生稀少，这一届参试者里更是少见，让木系长老满心失望。众长老虽觉得好笑，却也知晓木系灵根难求的难处，心中多有理解。天幕峰还在这哭穷呢，再不济上一届你们不还是分到了接近20位弟子？雷系长老本就心中憋闷，见木系长老抱怨，当即忍不住开口反驳，满是不服。木系长老被戳中实处，一时语塞，满心的愁郁里又多了几分尴尬。老子天府雷到现在都3年了，没有新弟子了。天府雷整整3年没收过新弟子，这是雷系长老心中最大的痛。此刻尽数爆发，众长老都没想到天府雷竟3年无新弟子，心中皆是诧异，再也笑不出来。3年了，你知道这3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3年的期盼与落空，让雷系长老满心委屈。此刻嘶吼出声，满是不甘。见雷系长老这般模样，木系长老满心愧疚，众长老也都沉默，无人再敢打趣。这高台之上的长老们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？眼盲的我靠听觉感知这一切，对长老们的争执满是好奇，全然没将自己放在焦点上。我背着众官站在人群中，一身普通装扮，任谁也想不到这会是未来搅动剑宗的人。就在长老们沉默之际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躁动，所有目光都被一道金光吸引。一枚测试灵根的水晶球绽放出前所未有的金色光芒，光芒耀眼到让人睁不开眼。这道金光绝非普通真灵根可比，那繁复的纹路透着顶级灵根的气息。高台的8方长老见此金光，瞬间动容，身形闪动间便出现在了天空之上。金系天灵根啊！金系天灵根，万年难遇的顶级天灵根，竟出现在了这一届的参试者中。水晶球前的少年赵元林似早已预料到结果，脸上没有半分意外，只有淡然。赵元林心中早有傲气，金系天灵根的结果不过是印证了他的天赋，让他愈发自负。天生的金系天灵根让赵元林自视甚高，早已将自己视作剑宗的天之骄子。好小子，竟然是天灵根！你叫什么？天金峰本就主修金系，欲当天金系天灵根的赵元林长老心中的狂喜难以言表。赵元林因自身天赋，连面对宗门长老都带着几分傲气，不曾有半分谦卑。赵元林只是对着长老敷衍行礼，心思却全然不在此处，目光早已飘向人群。赵元林一眼便看到了人群中的我，心中的挑衅之意油然而生，脸上露出坏笑。小子名叫赵元林。听到赵元林的名字，我的身子陡然一震，尘封的过往记忆瞬间翻涌。赵府，赵元林，这是我刻在心底的仇恨。此刻再次听到，心中翻江倒海。见我如此反应，赵元林心中的得意更甚，挑衅的目光死死盯着我，满是嘲讽。好，日后你就入我天金峰，正式成为我天金峰内门弟子。天金峰长老毫不迟疑，直接赐下内门弟子令牌，将赵元林收入门下，满心欢喜。成为天金峰内门弟子，赵元林愈发得意。他知道自己在剑宗的地位已然不同。成为天金峰内门弟子，赵元林却并未离去，目光死死盯着我，显然另有所图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有老乡在这边？天金峰长老见赵元林迟迟不走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不知他为何始终盯着人群的方向。不，一个能用自己亲姐姐性命换10贯铜钱之人，我可不认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样的人也能进大夏剑宗吗？赵元林刻意歪曲事实，字字诛心，将我描绘成冷血无情之人，想要让剑宗彻底拒绝我。赵元林的话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瞬间让整个测试台陷入混乱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所有长老听闻此话，皆是眉头紧皱。剑宗最看重品行，此事让他们极为在意。长老们的眼神愈发狠厉，带着严厉的审视。若此事为真，纵使我有天赋，剑宗也绝不会收。如果真是这样的人，任凭他是何灵根，大夏剑宗也绝不会要。大夏剑宗向来重品行胜于天赋，若真如魏元林所说，剑宗必然不会接纳。所有长老都对此事达成共识，品行不端者，天赋再高也入不了大夏剑宗的门。这种人怎么能进我们剑宗？就是，赶紧赶出去！在场众人皆信了赵元林的话，对着我一片唏嘘，满是鄙夷与指责。被人肆意诋毁，被全场误解，我再也无法压制怒意，纵身一跃冲向赵元林。这一拳凝聚了我对赵元林、对赵府所有的恨意。势大力沉，是要讨回公道。是村口的狗叫了，其他的狗也跟着叫，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叫。我用比喻怒斥众人不分青红皂白，听信赵元林的一面之词。我的话如同巴掌狠狠扇在众人脸上。身后500斤的剑官为我更添几分压迫感，让全场的灵力都似凝滞了一般。赵元林看着眼前的我，满心的不可置信。他从未想过昔日的乞丐竟变得如此强悍。他看着我的目光如同见了恶鬼一般。没错，我是从你赵府拿了10贯铜钱，可那是你们赵府将我姐姐活活累死饿死的死人钱。这10贯铜钱是姐姐用性命换来的，是赵府欠我的。
是姐姐最后的尊严。就连被你们府中下人扔出门外的时候，那钱还被你们给克扣了。赵府不仅害死姐姐，就连这10贯买命钱都还要克扣，这般行径让我怒不可遏。面对我的质问，赵元林满心慌乱，眼神闪烁，根本不敢直面真相，无言以对。下人身死，主家赔钱10贯，历来如此。那会儿我就一个念头，那是我姐最后的尊严，必须给我。众人终于知晓真相，心中满是愧疚，为自己之前的随意指责而感到后悔。你那又如何？我是天灵根，天灵根，你呢？怕是连灵根都没有吧？赵元之动之以情不成，便开始仗着自己的天灵根肆意嘲讽我，认为我定是没有灵根。赵元林的无耻与傲慢彻底激怒了徐正杰，让他再也无法忍受。徐正杰大手一挥，凝聚出雷鞭，雷鞭之上雷电闪烁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就要抽打向赵元林。徐正杰此刻怒不可遏，这一鞭下去，赵元林纵使有天灵根，也定然不好受。他心中满是纠结，一边是剑宗的规矩，一边是难得的精细天灵根，面露难色，想要阻止。纵使心中纠结，他还是不愿赵元林被伤，急切地冲向徐正杰，想要阻拦他的动作。他看着徐正杰，眼中满是恳求，希望他能看在赵元林是金天灵根的份上，手下留一下。刘成，区一个天灵根，你就要破宗训了。今天你若敢拦我，我就连你一块儿揍。徐正杰彻底被激怒，周身雷灵力暴涨，雷鞭雷光耀眼，连刘征都不放在眼中。品行不端，我大夏剑宗绝不收你。在徐正杰眼中，品行远被重于天赋。赵元林品行不端，纵使是天灵根，剑宗也绝不能收。徐正杰的话说出了所有长老的心声，众人纷纷赞同，彻底否决了品行不端的赵元林。你不是也很想看我这个乞丐有没有灵根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长老，不如让我来测试灵根吧。我不再与赵元林纠缠，径直向长老们提出测试灵根，用实力证明自己，打破所有质疑。今日测灵根，也不知我到底是什么灵根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何灵根，但这么多年我能感觉得到，曾经带我离开的爷爷非常厉害。如果自己灵根很差的话，不至于让爷爷费尽心力的弄来那么多天才地宝。废物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连测灵包都碎了，更别提灵根了。哼，聒噪。那个这个玩意儿不知道咋就炸了。该不会是想的那个吧？快去天柱峰把测灵杯取来！难道是天灵根之上的王品灵根吗？难道是真的？这么多年，好像只有12年前出现过一次王品灵根吧？没错，那个人就是现在的大师兄宗主的座下弟子若水。难道真的没有灵根吗？那测灵珠为何炸裂？请问测灵者何人？李默。李默，圣级灵根，空灵根。啥玩意儿？空灵根？那不就是没有灵根吗？这都能算圣品灵根？选进，杀力极高，我还能教你炼气、炼丹也成。玄水，我天水峰玄圣女弟子道侣都好找。玄木，玄土，我收你当关门弟子，月薪10倍，老夫也不是不能收徒。哪凉快哪待着去，你300-500年都没收过弟子了，收个屁！我向大家解释一下何为空灵根。空灵根也被称之为空灵之根，这个灵根最珍贵的地方，就是修行之人可任意选8系中的任意一系作为自己的主灵根，并且选择的灵根纯净程度远远高于天灵根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。那么做出你的选择。因为进入玄真的灵根土属天灵根，只要我不选土属性，他们就有机会。我本就想当一名剑修，自然应该选择杀伐最强的金系灵根。那个宗主啊，你看这小子身后背着的像不像大号的剑香？以我所见，这小子绝对是选择金灵根。你能看到啥？万一他选了土呢？行了，别争了，选什么都还没定呢，选个串土，选土，
我吃3斤人中黄。哈哈哈！惊个屁！老子天雷峰的雷系灵根才是杀力最高的。观天象也能看出我选择的是雷灵根，没事，跟随你的内心选择就好。我还以为能再收1名弟子，看来从今往后要给天子灵的资源有所倾斜。赏列子李默入天子灵，下品灵石300，宗门贡献点500，天子灵别院也动。准天眼符雷弟子无需消耗贡献点，可入生离台3次。谢宗主钦点，谢宗主赏赐。天符雷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还不知道前辈名讳？我是天雷峰2长老徐正杰，你可以叫我徐长老，或者叫老徐头、老酒鬼都成。那我还是叫您徐长老吧，其他的太唐突了。徐长老，咱们大夏剑宗瞎子也要吗？你眼下可行不行？真不知道你爷爷是什么人，能教出这么个怪物。身后的东西怕是有200斤吧，500斤。当我没问。大夏剑宗这是一个值得托付性命的宗门，瞎子又如何，瘸子又如何？我心有道，残缺能术。好一个我心有道，残缺能术。好一个大夏剑宗，难怪爷爷点名要让我来这。